注意看，当阿 sa 发现这摩托老哥专挑小路又十分难缠之时，他便关掉了警笛，准备放弃。看着老哥在建筑后面消失，阿 sa 心想终于可以下班了。可叫阿 sa 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老哥仿佛迷路了一般，又从另一侧钻了出来。这是给你机会不中用啊！就连阿 sa 都忍不住向总裁抱怨道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蹲下。就开始，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萨多宾斯在下班的路上遇见了一位摩托老哥，本来不想多管闲事儿，没想到这老哥在后视镜里疯狂翘头。眼看老哥如此展示才艺，阿萨终究是没能抵抗住诱惑，班都不下了，立刻掉头寻找老哥。既然你小子想挑战，阿萨也不介意晚点下班陪你玩一玩。因为一直都让了阿萨一个轮子，所以老哥并没有走多远。此时阿萨已经发现老哥正在左手边的加油站里和人聊天，享受着他人羡慕的目光。要说这摩托果真是同性交友神器，还聊收礼来了。阿萨才刚打开氛围灯，老哥便不慌不忙的再次上路，看样子并没有把阿萨放在眼里。这越野摩托确实是方便，随便超个进度，阿 sa 都得绕好大一圈，而且走草坪里面还不用担心被 NPC 给撞到。阿 sa 一边观察老哥的逃跑路线，还得一边注意路上的车流。才刚走几步，老哥就钻进了前方的建筑物，眼看视线被挡住，阿 sa 只能进到更深处。虽然拐了进来，但却依旧没能看见老哥。就当阿 sa 失望之际，老哥却是被警笛声给吓了出来。好，你说他心理素质差吧，他敢在路上翘头；你要说他心理素质强吧，他又不敢和阿 sa 玩躲猫猫。阿 sa 认为按照这种情况自己没办法将老哥单吃，所以他向总裁汇报了老哥的外貌特征，但老哥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，明明可以往右走拉开距离，老哥偏要再次出现在阿 sa 的视线里。这种行为对于阿 sa 来说无疑是种挑衅，这只怕是多少有些看不起道奇充电器了。这里正好是条大直线，阿 sa 一脚油门，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，开启全速，怕什么怕？在这里，老哥还耍了一个小心机，佯装向右，实则左转。好在阿 sa 有所防备，一个灵活的走位，衔接一个漂移过弯。看得出来，这阿 sa 不下班也纯是瘾大，就是喜欢享受带新飙车。越野跑不过你，这马路上还能让你溜了不成？只是短短的几秒钟，阿 sa 便跟了上来。老哥见状也是连忙切换路线，一个帅气的压弯让阿 sa 根本就摸不到边。再加上路口的环境复杂，老哥很快便再次领先，感觉被戏耍。来了脾气的阿 sa 油门也暴躁了起来。看着老哥在这绕圈子，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的阿 sa 已经萌生了下班的想法。请大家记住眼前的这个画面，尤其是对面的两个垃圾桶，这可不是卡住了，毕竟为了更新快点，我才新换的电脑，最近换了新电脑，剪辑流畅多了。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？像我那台联想拯救者，就找转转上门回收了60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丰富，小到相机、镜头这种摄影器材，大到吉他、台球杆之类的兴趣品类，甚至就连黄金奢侈品都能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，现场打钱。这比我挨个挂网上卖效率高多了，既不用拍照修图，又不用跟人扯皮讲价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想卖闲置又怕麻烦的人。像我这次收拾出了7、8件闲置，总共卖了1万多。总之有东西要回收，找转转这种大平台就对了。此时的阿 sa 关掉了氛围灯，刚想对总裁说自己跟丢的时候，这老哥居然又绕了回来。明明有多次机会可以走掉，但老哥都没有把握住，不知道是没有玩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这老哥的操作就连阿 sa 都看不懂了。此时阿 sa 又一次被迫上岗，早知道这小玩意这么难缠，刚才就不搭理他了。现在多少有些骑虎难下，继续追吧还不知道要拉扯多长时间，不追吧还容易叫人把 ASP 给看扁。看着老哥又一次回到了马路，阿 sa 觉得自己又行了，现在调整好心态，先看一眼战力表。好，原来是只4星大佬，完全是因为摩托比较难搞，所以显得这么能跑。但阿 sa 的心急比老哥还要少，那现在谈结局还言之尚早。看着前方没车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一脚油门轻松来到老哥身后，但老哥却是趁机去到了人行道，而且还故意放慢车速。阿 sa 才刚靠近，他就已经从后面完成了掉头。这老哥简直灵活的像个斑马，好不容易才调整好心态的阿 sa，此刻简直是要发狂。今天高低得让这小子尝尝 ASP 的厉害。此刻的阿 sa 已经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。此刻阿 sa 的时速已经来到了100公里每小时，看着老哥在前方悠哉的样子，他是忍不了一点，上去就是一个贴，被这么一顶，老哥直直的冲向路边，根本刹不住，撞上路肩之后，整辆车都飞了出去。看见老哥连滚带爬的样子，阿 sa 顿时就解了气。是谁说摩托不让 PIT？ 这里可是阿肯色州。看着老哥还想扶摩托的样子，阿 sa 连忙上去补刀，杀着老哥转身就往河里跑。这下糟了，越野摩托能上山，老哥本人能下海，唯独阿 sa 和道奇充电器是啥也不会，只能向总裁求助。当
阿瑟停好车下去确认时，发现右边是一座桥，这一片杂草很多，树木非常茂密。下去简单的搜索了一番，根本就没有看见老哥，大概率是从小底游了过去。所以阿瑟向总裁求助，希望能调一支汪汪队带个队友过来。总裁表示要人可以，要狗没有，因为狗比人忙多了。在搜索一番无果之后，阿瑟已经摸清了这里的地形，于是他回到车上，准备绕到桥的另一边去看看。阿瑟实在没有想到，这么难搞的摩托都被贴了，结果却是找不着人。本来刚才的贴已经完全解气，现在又强行被退回来一半，这贴了跟没贴一样。顺着河往右走了一段路，阿瑟来到了这个刚才他想要放弃的地方，如此空荡荡的一片，老哥想要藏他还真的没有办法，现在也只能走马观花碰碰运气。在这里扫了一眼之后没有收获，阿瑟果断掉头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半个小时前就该下班，一年只有365天，耽误的可都是自己的时间。今天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至少留下了老哥的摩托，也算是保住了 ASP 的颜面。就在这时，阿瑟突然发现迎面跑来一位 NPC。Right around the dumpster.They're telling me he's in these dumpsters over here. 好，没想到哪里都有朝阳群众。刚才确实有2个垃圾桶，阿瑟扫了一眼，根本就没有下车。要不是这爱吃瓜的群众提醒，怕是还真就叫这老哥给跑了。掉过头回来一看，这2个垃圾桶还真是大，别说是藏老哥了，就连他的摩托都能一起装下。根据 NPC 的指引，阿瑟对这2个垃圾箱进行了仔细的搜查，但情况好像和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。在这里并没有找到老哥，这下别说是阿瑟懵了，就连 NPC 都傻眼了。他向阿瑟一再确认自己是亲眼看着老哥进去的，难不成这老哥会大变活人？ Did you see which way he went? He just. I looked at him right around here. Okay. 哟，没想到还不止一个人看见了老哥，看来还真没看错。就在这时 ，NPC 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，连忙去到后面查看。好，这老哥躲在后面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这阿瑟找了这么多圈，还不如 NPC 随手一指，合着老哥不在垃圾桶里，而在垃圾桶的后面。阿瑟在这绕了2圈都没有发现。当这老哥走出来的时候，阿瑟也没有忍住，看着阿瑟满脸笑容，我不知道他是尴尬还是有些不好意思，自己没有好好找，还差点错怪了 NPC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泰勒·麦金尼，03年出生，22岁。他之所以要逃跑，是因为不想损失这辆摩托车。而阿瑟问他为什么有机会不走时，他表示自己昨天才来阿肯色州，对这里的地形不熟，而且之前在肯塔基州那边的阿瑟根本就不会 PID。没想到这里的小黄鸡都有这种战力。其实阿瑟也不好意思说，刚才是自己没刹住，现在四目相对的样子多少有些尴尬。最后，这位老哥被指控逃离警察、鲁莽驾驶、徒步逃逸、损坏公路上的设施和逆行等多样罪名。No. Looks like you already went through the water anyways. Yeah.